2024年的秋天，我重新回到了苏格兰。那阔别8年的高地，我重新踏上的时候，我心生感慨，那真是恍若隔世。所有的事情，所有的景物，其实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是忽然发现，真正的变化的还是自己。我们从格拉斯哥出发，一路沿着公路开往高地。那很快出了城市以后，两边的这个环境就有很大的这个变化。高地有一种非常特别的一种气质，它会让你陷入在里面，然后它又不像北欧的那些岛国冰岛挪威是一种蛮荒之地，是一种未开化的，甚至是像一种外星人的那种感觉。苏格兰还是充满着历史，充满着古老的这个传说，它有非常深厚的这个历史和人文的这个积淀，并不纯粹是自然。当我看到那些峡谷、那些河流、那些山川、那些海岸的时候，它并不能给你完全的带来纯粹的这个自然风光的这个感受，而是在里面会想到很多历史的故事、历史的传说，都通通凝缩在这片地方。那高地现在成为这个样子，也是经历了很长的一段历史，在高地人、在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常年的斗争当中所形成的。所以我们在高地旅行的时候，其实你能感受到那种与众不同的这种沧桑和苍凉的这个感觉。那另外一个感受和变化就是我们对于风景的这个认识和了解，其实还是存在着很大的这个疑惑。特别是我以前一直是在拍景观和城市的这种风光的时候，那突然切换到一个纯自然的这个风光，而这个自然的风光的背后呢，又有着大量的历史的典故和传说的这个样子的，那让我忽然会有一种不太适应的这种感觉。因为纯粹的风光你只要去欣赏就可以了，但是当我在苏格兰的时候，我除了自然的这个历史的力量之外呢，其实我们还有这个人文的这个力量，有我们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学习的那些东西的背景知识会在我脑海当中不断的涌现出来，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纯自然的一个东西，就是所以拍着拍着呢，我这个自然风光的这个照片呢，就会变成了一个很人文、很历史的一个东西那这次呢，我非常感谢菲斯对我这次旅行的一个支持，他慷慨的借了他们的那套XT 系统，以及菲斯最顶尖的 IQ4150的后背和罗敦斯德的2个镜头。然后让我可以放心的在高地上进行创作。XT 是一个非常轻巧的、非常便捷的那么一个系统，然后它前面接镜头，后面接后背呢，就会组合成一套极致的一个风光拍摄系统。那么特别是菲斯给我介绍了他们独创的4150内置的真平均的这个功能你就不用去带那个ND 滤镜，然后就可以做到非常的长时间的这个曝光的这个对战的机内合成。这个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所以我那天专门拍了一下，然后我做了一个输出。那这个呢，就是在天空岛最西端的内斯特角的灯塔那个角度，这也是天空岛很有名的一个典型的一个风光的这个典型代表。然后呢，这张照片呢，我在那边用真平均的方式呢，我拍了整整10分钟10分钟，它大概应该好像是拍了5000多张，然后做机内合成。
用光了整整1节电池，然后在10分钟之内呢，把海平面抹平，拉丝了这么一个非常特别的这个效果。我非常喜欢这张照片，因为它非常典型的成为一个郑平君的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作品真的是很完美。那天天也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好，没有一丝的云彩晴空万里。然后在黄昏日落的时候，我们在那个悬崖边上取到了这么一个照片。当然，菲斯的这个它的设备无可挑剔，非常的优秀。我一直是觉得说它作为顶级的这个分光器材是无可比拟的。但是对我来说，对我自己来说，我拍分光的这个照片呢，就会存在着很大的一些疑惑和困惑，就是为什么我要去拍这些东西？就是为什么我希望能够把它给留下来？那很多人呢拍分光呢，他只是单纯的觉得好看，但是有时候我就是比较矫情，我就是希望去探寻一下它背后的一些意义和存在感。而且所有的人都在拍这张照片的时候，那我这张的照片的它的原创性和独创性，它的与众不同的个性又在哪里呢？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一个地方，我们有很多人用同样的这个角度、同样的这个设备，或者同样的这个长枪短炮把这个美景给记录下来。虽然对这张照片是你拍的，但是它和千万人在这里曾经拍过的这个照片又有所不同吗？其实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差别就没有什么差别。所以呢，我带着这个问题，我在天空岛待了整整4天，然后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其实分光有不同的这个拍法。那这张呢，是我另外的一张同样的这个输出的这个作品是在太阳刚刚要准备下去的时候，最后一抹亮色呢照耀在这个山头上面。那我为什么要拍这张照片呢？因为从这张照片开始，我突然意识到我的分光应该怎么去拍它。这个地方呢，是在老人岩的那个山顶的那个机位的旁边。当时呢我去拍的时候呢，因为没来得及，所以呢基本上都是在黄昏的时候才爬到山上去。然后那个位置呢就是一个背光的一个位置。我拍了如果逆着光去拍这个老人岩的话，基本上你是拍不到什么东西的。所以老人岩基本上都是在日出的时候，因为它是面向东的，所以在日出前那边全是跟我们国内一样全是摄影爱好者，全是摄影师，然后一字架开来拍老人岩的那种很特别的那种效果。这些照片我在网上可以看到无数张，然后那天因为就是我傍晚去的，所以呢其实并没有拍到怎么样的一个东西。但是我头一回我就看到这个山坡其实是个小山坡，这个山坡被最后一丝的余光给照亮了，然后下面就隐没在这个黑暗当中。山上的风很大，云彩在快速的这个游移。我突然意识到是说，所有的风光，所有的景物，山川河流草木，其实都是我们用一种观点说就是众生平等。它并没有因为它的这个特殊性和别的有什么区别这里面的这个区别都是我们人为造成的这个差异。我们在老人岩，我们只去拍老人岩的那几块石头，而忽略了其他的这个石头。其实对这些石头它是不公平的怎么呢？它的成分，它的年代跟我是一样的，为什么它特别受到关注呢？因为它有非常独特的一些东西。但当我们抛弃了这些人为的这个审美的这个限定以后，你就会发现每一个石头，每一座山头都有它独特的美丽。所以我看到这个山坡这个石头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它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拍摄的这个对象。而且当我拍下来了以后，我会意识到说这个山头我似曾相识，我在
以色列加利利山那边我也曾经看到过，我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的这个山边我也曾经看到过，我在美国的加州我也曾经看到过。它如此似曾相识，但它又如此与众不同。它没有一座山是一样的，它在那个光照条件下，它可以给到我更多的这个联想。而且只有我注意到这个山头的这个存在啊，所有的周边的人都在拍其他的东西，所以这不仅让我想起，或者说这不仅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讨论或者去审视风光对于我自己的这个意义。后来若邦老师，我在跟他聊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给我推荐了一个英国的摄影师叫 Simon Robert。那从 Simon Robert 的作品的这个解读的当中呢，我又找到了一条他拍摄的一个想法，因为我觉得 Simon 的这个作品其实跟我想要说的这个故事其实是很像的。Robert 创作了一组以西萨克斯郡的田野和森林作为背景的一组作品，它里面呢不仅仅探索了周围的一些朴素的这种风光，它的标题起名为 Inscapes，更多的是为了从维多利亚时代诗人霍普金斯那边借助了一个术语来表达每一个生物都具有独特的特征，来使其与其他生物相区分开来。上帝赋予了每一个生物以它不同于其他生物的这个本质。那霍普金斯呢认为，艺术家呢有责任在自然界当中识别出这种不同的inscapes， 并且通过他们的艺术表达呢，把这些内在的这种本质呢传递给其他的人。我们经常拍风光，我们会向外去探求那些 outerscape， 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去仔细观察每一个物件呢，它都有一个 innerscape。那么这个 innerscape 其实就是每一个独特物件它所蕴含的内在的内生的这个力量和内生的这个美丽。每一个东西都有自己的小宇宙，它都在那边发光，只是我们没有去注意到它的存在而已。所以，菲斯给了我很优秀的这个镜头，很牛逼的这个数字后背。我开始拍了几张这个大众的比较常见的这个糖水风光以后，我就不满足于去拍那种显而易见的这个糖水风光，而且我会发现风光，我并不是一个风光摄影师，因为它实在是太辛苦了，太辛苦了。那你需要做很多的这个准备，你需要扛着很沉重的这个器材，在这个时刻没有到来之前，你就要到达那个地方，然后要靠老天的赏赐恩赐来吃饭。今天给到你一束光，今天给到你一片云彩，你才能完成，才能成就你独特的这个作品。你所有的这个东西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我在此非常非常的敬佩那些风光摄影大师，真的是非常非常了不起，这不是常人能够做到的东西，所以我做不到，我承认我做不到。但是我能做到什么呢？我能做到就是我不依靠老天，我不依靠老天爷给我的这束光，这片云彩，我依然能够发现每一片光，每一片云彩的它的独特的这个内涵的这个力量和精神的这个支持。那这对我来说，它远远比独立的某一个视角、某一个场景的那个风光更有力量。因为你能够在所有的树木、水草、这个山峦、这个河流当中汲取到足够的精神养料，来支持你继续往前行。我觉得这个才是我去拍我心里想要的这个风光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内在驱动力。我们不是看到极光我就想飞到挪威去，我不是看到火山我就想飞到冰岛去。其实在我们身边都有这样的这个自然的这个存在，它的有一个通行的普世的这个价值和法则，它的存在是有它的这个意义的。所以呢任何一个山头，任何一个草木都能看到里面的不一样的东西，只是有些东西对我可能更具备意义，所以我才把它拍下来。想明白这个道理了以后，我对风光的这个摄影呢，我就不再充满了陌生，充满了畏惧我就不敢去尝试而且我也
一直以来都是努力去避免我去拍那些常规的这个风光和风景。但既然已经去避免拍那些大众机位，那么我应该去拍什么？在这次苏格兰旅行当中，我想了很久，我突然开始想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这次苏格兰之行，除了重温8年前我在高地的一些感受之外呢，我真正的通过自己的一些寻找，我发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当然这些想法和感受呢并不完全正确，我这边也没有任何贬低风光摄影和风光摄影师的这个意图啊，它真的是非常了不起和伟大。只是风光对我来说的意味是什么，我总归需要去探究个明白。但现在等我回来了以后，我终于去明白说，原来风光对我意味着是这个东西。当我用另外一种眼光，另外一种视角去看待一草一木一山一河的时候，所有的东西在我眼里的意味就会发生全新的这个变化。那么我觉得这个是我这次旅行最大的一个收获，它比以往任何的这个收获对我来说就意味重大。所以回来了以后，我整理了一些大幅面的这个片子，然后呢送给了我一些老师，送给了我一些经常支持我的这个朋友。这里呢也再次感谢火星马戏团这些输出都是火星马戏团小丁老师帮我去做的真的是非常的棒。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呢，如果有好的这个作品呢，也可以把它输出出来。这次呢为什么做那么大呢？就是因为你如果做小的话呢，它的这个细节呢就可能呈现不出来。那菲斯1.5亿像素的这么超高分辨率的这个细节，它其实是可以做得更大但更大呢又拿起来就很复杂。所以我这次呢做的是40乘50公分的这么一个尺寸，你直接拿去做展览其实也是 OK 的，但是拿在手里看，贴在墙上，真的是也是赏心悦目真的是非常值得去把好的这个照片给做出来。所以我非常期待下一次的这个旅行能够带给我更多的这个收获和想法。好，那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和交流呢就到这里。有什么想法和意见呢，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评论。谢谢大家，拜拜。